油车打油3-5分钟，你们电车充电少则20多分钟，多则要40多分钟，几浪费时间一下。哎呦，又见面了！荧幕前的帅哥美女，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要去玩，顺便做一个长续航的电耗测试。这次的车呢，就是我身旁这一辆 Prime 版的 Proton EMA 7。这一次的行程，我会从 JB 出发到 KL， 第二天还会把这辆 Prime 版的 EMA 7架上去云顶测试它的电耗之后，一路返回 JB。在这个800公里的行程当中啊，这辆 Prime 版的 EMA 7需要充多少次电，需要花多少时间和钱在充电上面，还有就是远途行驶啊，这辆 Prime 版的 EMA 7有什么缺点吗？今天我就会通过这部视频一一分享，让你们知道。在没有开始今天的旅途之前啊，非常感谢我们的 Blenddong AG Proton EMA Showroom 借了我这辆 Proton EMA 7来试驾啦。线上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对于这个 EMA 7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不妨去他们 showroom 他们 SA 了解看看哦。而且他们的 showroom 非常容易找，就在 Blenddong 家园对面罢了。OK 啦，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旅途吧 ，Let's go。好，在出发之前啊，我已经把这辆 EMA 7 Prime 版已经充满电了啦。可以看到现在表显我是可以走345公里了，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我要去的地方是115大马，去那边呢我会剩下2%的电啊，肯定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只要按这一个。它在中途呢就会加入一个充电的地方，让我们去进行充电。它选择的地方呢是 Senawang 啊，这个充电的地方啦。所以到达那边的话，应该会剩下24%。所以这个 Proton EMA 自带的导航系统真的是非常方便哈，我们不用加装其他的 apps 来做这些所谓的旅程规划哈，它直接的帮我们把整个旅程规划好了的。但是我个人啊是蛮期待的，因为它这边显示我们到达那个充电的地方，也就是这个 Senawang MB 这个充电地方。会剩下24%，这辆车它的续航是不是有如它所计算的这么准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始出发吧 ，Let's go。他家的灵药享誉天下，而江湖人士多半是在刀口舔血，谁都保不齐。2 hours later。好，现在2个小时多，现在到了马六甲这边，先来分享一下这辆 EMA 7在驾长途上面它的优点跟缺点。首先啊，它的优点就是这辆车它的椅子真的是非常好坐，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软哈。在这2个小时的驾驶过程中，完全没有感觉到累。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因为这个 Prime 版它是没有这个座椅通风的关系，所以可以感觉到这个皮椅是稍微的有点闷热啦。但是没边啦，这个价钱摆在这边，如果是说要有这个座椅通风的话，确实还是要选到这个 Premium 版本才会有这个功能啦。当时候这辆 EMA 7在没有推出的时候啊，这个中国那边嘛，他们就有加这个吉利的银河 E5 来马来西亚这个路段试驾。当时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这个吉利银河 E5 在马来西亚路段驾的时候，哇，那 suspension 真是软到啊，好像坐船这样子啊。我就在想，如果今天 EMA 7推出的时候没有换过这个 suspension， 没有针对马来西亚的路段调教过 suspension 的话，一定会很难驾。但是好在 Proton 呢，它确实有针对马来西亚路段进行这个 EMA 7它的 suspension 有特别调教过，所以驾起来感觉在这个软跟硬当中，他们有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虽然讲在 highway 路段的时候，有些路段它是比较多起伏的嘛，它会有一些颠簸感，可是当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会硬回来，所以它不会软到好像很软这样子，不会。所以我才讲它在硬跟软当中有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这一点来讲的话呢 ，Proton 真的是调教的不错一下啦。再来就是这样 EMA 7它的离地间隙也比起其他的 SUV 来的低一点，所以它整个的驾驶的感觉就比较偏向那种 sedan 车的感觉，就不会像其他的 SUV 车那种有很多余的那种晃动感啊。再加上呢，它的玻璃非常的大个，整个的驾驶视野非常的好。这辆车它的电门踏板呢，我就觉得比较不太舒服，因为这个电门踏板它会比较低一点。所以啊，在这2个小时的驾驶过程当中呢，我的脚就有点这样子 Q 住啊，我的右脚会感觉到比较酸呐，所以希望这个电门踏板下一次可能可以把它调高一点就比较好。再来是这辆车它的隔音表现，就确实没有这么理想啦。当我没有开音乐的时候，我会听到我的侧边如果有车来的话，那个声音是非常的大声的啊。当然，如果是说今天你要避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把这个音响开大一点，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啦。所以以上就是这辆 EMA 7在这2个小时里面我的驾驶体验啦。1 hour later。好，现在我就来到了这个 Proton EMA 7它的车机系统所指定的充电位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耗表现如何。
然后实际剩下的这个 percentage 是不是有如他所预估的24%？可以看到我行驶了2个小时37分钟，走了219.4公里，平均时速是87 km/h， 然后用电量呢是14.4 kW/100 km， 剩下26%。Proton 看起来你又是报小数了啦，讲来到这边剩下24%，结果剩下26%。不过我的时速并没有很快啦，都是维持在100跟110之间啦，因为电车越加越快，肯定是越吃电的啦。只不过这个电耗计算还算是蛮准确一下的啦。好，现在我们就用着 EMAS 的 Apps 来进行充电，然后选择 Charging Map 这边按充电桩 ，OK， and here start charging，confirm， 剩下的就是还钱罢了哈，这边就不展示了哈。So Proton EMAS 这个 Apps 确实整合了马来西亚大部分充电桩这个付费功能哈。这样子的话呢，你们在用电车的时候也不用下载一大堆的 Apps 来进行付费了啦。这点来讲算是非常的方便一下啦。好，我现在人已经到达了这个 Bandar Wangi Utama 这边了啦。So 这辆车呢已经行驶了4个小时30分钟，扣掉刚刚我们充电的25分钟来讲的话，走了大概是4个小时05分钟，加上刚刚也遇到了这个塞车了，因为现在时间呢已经是放工时间了，这个 KL 放工时间肯定是非常塞车了，所以如果是说没有塞车的话，我相信4个小时就会到达这边。至于用这个 EMAS 7走长途行驶会有焦虑吗？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太大的焦虑，只要做好这个充电规划，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再加上这 EMAS 7它的这个耗电能力确实比我预期想象中的来得更加的省。可以看到meter上面显示整个旅途我的耗电是 14.3 kW/100 km， 对比起之前我试驾过其他的电车走这种远距离行驶来讲的话，确实这个 EMAS 7是比起我之前试驾过的车来得更加的省电了。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试驾过某款电车，也是从 JB to KL， 时速也是维持在100到110之间，那一辆车的电耗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8 kW/100 km 啦，所以这样 Proton EMAS 7它确实是一辆蛮省电的车子啦。The next day， 好，时间来到第2天了啦。现在我人是位于公坝的 BHP 油站，也就是云顶山脚下的 BHP 油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把这样 Prime 版的 EMAS 7架上去云顶，来体验一下它对于这个弯曲的山路它的 suspension 表现如何。再就是上山它会不会比较吃电？然后我还要做一件只有电车才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用它的 High Regen 来下山，来看一下它在下山途中可以回充多少 percentage 的电。So 在出发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辆车到底还剩下多少%的电吧。可以看到现在我这辆车呢可以走274公里，然后剩下78%的电。讲到上云顶我相信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会讲你们这些 YouTuber 肯定是把这辆车架快上云顶了啦。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今天我是以一个非常正常普通载 family 的方式把这辆车架上去云顶。So 想要看到那些跑快画面的朋友，不好意思，你们要失望了啦。好了，现在呢就我们开始出发吧 ，Let's go。OK， 这边显示我上到云顶山上需要1个小时1分钟，要走34.4 km， 上去呢会剩下65% 的电，到这里是不是有这么准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其实用电车上云顶我也不是第一次了啦。对比起油车来说用电车上云顶真的是非常轻松哦。首先它不会有普通内燃机引擎车子用力爬坡的时候引擎和变速箱的嘶吼声。在上山的过程中呢，也不用一直换挡，整个的上坡过程真的是非常轻松。基于这样 EMAS 7在这些连续弯道爬坡的时候，它的 suspension 和 handling 的表现真的是不错一下哦，不愧是 Proton 有特地调教过。只不过很可惜的是这辆车它的轮胎不太给力，只要在弯道电门多踩一点，就会感觉到这个轮胎抓地力不足坐在后座乘客表示 EMAS 7坐在后座上山的时候，乘坐表现还是不错一下的 ，body roll control 到很好，缺点还是回到这个轮胎的部分到达山顶的时候，这个电耗显示为 19.7 kW/100 km， 然后剩下的电量呢是 48%， 比起出发之前这个系统预测的还少了17%， 看来上山爬坡对电车的电量消耗确实蛮大一下的啦。好，如果你们家有 Proton EMAS 7，不管是 Prime 版还是 Premium 版，上了云顶没有电的话怎么办？不用担心，这边还是有充电桩的。不要再讲云顶没有充电桩了担心上云顶没有电
但是这个充电桩来讲的话呢，你们是可以通过你们的 Proton e-master App 来进行付费的不过有一点小可惜的是，这个充电桩的价钱哇，真的是有点贵一下啦。当然，除了这个 DC charger 之外其实这边呢也是有这个 AC charger 啦。这个 AC charger 呢，它是一个22 kW 的 AC charger， 然后价钱呢也是蛮贵一下啦，1 kW 是1.3块，所以真心建议你们上云顶之前最好充满电啦。好，在下山之前我们要为这辆 Proton e-master 7做一些 setting， 让它可以回充更多的电。首先，我们要把这一个 Energy Recover， 也就是 Regen 开到最高，因为这辆车呢，它是只有 PRND， 没有1号档之类的嘛，所以就要开启这个 Hill Descent Control， 帮助你在下山的时候，它可以很好的把你的车速给控制着。所以做好这2个，我们就可以出发下山啦。A few moments later， 好，现在我已经到达了云顶山脚下的宫坝休息站了啦。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到底这e-master 7 Prime 版从云顶山上下到山下，一共回充了多少%？在云顶山上的时候呢，显示是48% 嘛，来到山脚下，它已经到达了55%，一共回充了7%。再就是我们上到山上的时候呢，刚刚电耗显示是19.9嘛，可是下到山下的时候，现在已经变成14.7了。所以很肯定的，平常去云顶或者是上山爬坡这些肯定是比较耗电的。至于在回新山之前我也用车机导航做了路程充电规划。导航显示我到达下一个充电站，这辆车会剩下26% 的电。但是回的过程中，我差不多有10多20分钟的路程，加的时速有一点快啦。结果这个电耗直接飙到 17.5 kW 或100 km， 掉电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只好控制好我的右脚所以最后到达这个指定的 iDAM 的充电站这辆车剩下 18% 的电。所以由此可见，用电车走远途要充多少次电，还真是取决于 driver 的右脚。好，这个 e-master 7 KL 云顶之旅已经结束了今天我也把这辆车子还给 showroom 了。在还车之前我们来总结一下，到底这个 e-master 7在这个800公里的行程当中，一共充了多少次电，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个充电方面。所以根据我的这个 apps 里面显示这 e-master 7在这个800公里的行程当中，一共充了5次电，用时2个小时37分钟，一共花了209块8毛7分在这个充电方面至于这个2个小时37分钟的充电过程，用到的时长最多就是把这辆车充满电，也就是从 JB 去到 KL 之前，以及从 KL 回 JB 之前，把这辆车充满电用到的时间是最多的，都是用了40多分钟把这辆车充满电。至于其他3次充电过程都只是充到差不多是 60% 到 80% 就开始 stop charging 了啦，所以用到的时间并不会太长，大概是16到20分钟就可以充到 80% 了。所以由此可见，在外面充电，这个电车要把它从 80% 充到 100%， 用到的时间相当等于你把它从 20% 充到 80%。因此在外面充电的话呢，基本上你只要充到 60% 到 80% 就够了，不用把它充到 100% 啦。除非你有特殊需求，就好比如我现在这样子我是需要走远途的那么你才考虑把它充到满电才来行驶会比较好啦。当然以上的数据是基于平常日子如果是因为你选择在大日子，比如 Hari Raya 华新年用电车走远途那么你用到时间可能会比我的数据来得更加的长讲到这个充电时间2个小时37分钟，我相信可能会有油车 supporter 就会讲油车打油3-5分钟，你们电车充电少则20多分钟，多则要40多分钟，几浪费时间一下。确实我承认这个电车在充电过程中用到的时间肯定是比起油车来得多的。但是你们在画面上面可以看到这个电车在充电，我在吃早餐；这个电车在充电我在休息睡觉补眠；这个电车在充电，我在吃点心看动漫。这个电车在充电过程中呢，其实是不会影响我们做其他东西的。更何况今天你用油车走远途，走这种300-400公里的远途，你不要跟我讲你不会尿急想要上厕所，还是你不会觉得累然后想要洗把脸，还是你想要喝杯咖啡吃点东西，你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时间的。当然你跟我讲你从出发地直接一脚油门去到目的地那种没有停下来的那就另外讲啦。至于这辆 e-master 7，除了我之前所提到的电门踏板比较低，还有这个隔音表现没有这么好之外，还有一些什么缺点吗？还有一个缺点是我得提到的，就是它没有记忆功能。怎样讲这个记忆功能呢？这
这个 EMA7 它是有可以识别路牌限速功能的嘛，也就是说呢，它今天识别到这个路牌啊，它是写30 km/h 的时速，然后你走40 km/h 的话，那么它就会提醒你超速了。如果说它侦测到现在限速的路牌是60 km/h， 你加70的话，它也会提醒你。所以整个的驾驶过程中呢，它就一直在侦测，然后不断的提醒你超速了。我觉得整个的过程哇，真的是非常的潮啦。再就是它的车道维持至中，如果是说它 detect 到你的车子差不多要动线了，它就会用一个非常明显的力道把你的车子调整回来。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力道啦。当然这两个我不太喜欢的功能是可以通过车机里面给手动关掉的，只不过关掉之后，我下了车过一段时间，我一上车它又会重新开启哦，又造成了我又要手动去把它关掉。哇，整个的过程超级无敌不方便啊。因此 Proton 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加入这一个可以储存 driver 用车习惯的功能哈，这样子整个的使用场景也会比较方便啦所以以上呢就是这个 Proton EMA7 这个 KL 云顶之旅的总结啦。新上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对这个 EMA7 有兴趣的话，可以不妨来到这个位于奔东的 AG Proton EMA Showroom 来找他们 SA 了解看看哦。好了，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拜拜。